武昌起义后，革命军在上海船王家埋伏，小南门警钟9响后，他们冲进了上海道台衙门，上海从此彻底自由。2023年快要结束了，今年恰逢上海开埠180年，这是我也是刚知道的。我想很多事或许会被掩埋，但总有人会去传承。客观上说，上海开埠后的发展靠的是开放，这种开放也是对穷人包容的一种开放。有人说，上海历史6000年，无论是上海之源、上海之根还是上海之本，都只是孕育了这块土地的肌理。而上海之所以成为今日之上海，和开埠有莫大的关系。如果没有开埠，上海至今可能只不过是一座海边小县城，不会有魔都，更不会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。上海到底有多少年，其实是很有争议的。历史上，上海曾叫华亭，北宋正式设有上海坞，南宋始设上海镇，元朝上海立县。如今的上海的雏形就是1292年从元朝设县开始的。发现了吗？1992年以后，转盘上再也没有年份标识了。的确，700年后的1992年，上海县从历史上正式消失，与今天的闵行区合并成为了新闵行。上海之源的青浦，上海之根的松江，上海之本的闵行，作为上海人的我也被绕音。但就上海正式站上历史舞台并沿袭至今的溯源来看，上海县及现在的闵行应该有其名分。上海立县之初为2万多顷，按照当时一顷为33333平方米计算，当时上海县面积大约在600-700多平方公里，只有现在的1/10面积左右。黄浦弯弯东转头，吴淞江下碧如油。这首由明代上海诗人陆深写的《江东竹枝词》，它正是描绘了黄浦夺松的场景。黄浦江这条支流成为入海的巨流，而吴淞江则风涛渐息，静静地成为了现在的苏州河。说到陆深，陆家嘴豪宅这期节目中有介绍过他的祖先陆逊，三国中吴国的谋士，陆家嘴就是他后人的栖息地。黄浦夺松是上海成就今天国际地位的历史壮举。说到丰富的水系，虽成就了古代上海鱼米之乡和交通要塞的地位，也制造了很多的麻烦。元末明初，天灾人祸不断，吴淞江也就是苏州河大量积水，无法排出，民生凋敝，加上江南重负，民怨四起。明成祖朱棣派夏元吉到松江府治水，对，那时上海隶属于松江。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多年水患，夏元吉认识了上海本地书生叶宗仁，并采纳了他的建议，改变了仅吴淞江一条江排水的局面。经过实地考察和总结多年经验，确定了江浦河流的方案。历时2年，和20万群众共建，于永乐2年，终于建成今天的黄浦江。1570年，另一位响当当的历史名人海瑞来到了这里，他敏锐感到黄浦夺松势不可挡，便提出了由黄浦江入海的建议。从此，上海格局彻底打开。更没想到的是，为之后的上海开埠也孕育了独一无二的天然条件。看到过绕线版的你，一定不年轻了。十里红妆，这是陪嫁的物品之一。前2集我们都提到过易贝天下，靠上海布的优良品质和技术不断的提升，上海成为远东棉纺业的中心，千百年来都被当作贡品流向世界各地。而这些大大小小的纺布机，就是当年的印钞机，他们的发明人就是黄道婆，一位地道的上海妇女。上海人没有忘记黄道婆到来后带领上海人全民奔赴的恩情。在上海县城当年市中心的地方，为他打造了黄道婆祠堂。后人供奉黄道婆为先棉，所以称先棉祠。先棉祠曾经就在这条街上，因此这条极其狭窄的街道叫先棉祠街。先棉祠早已不存，还好还有这张老照片，你看它还有几分像从前。上海的豫园游客如织，上海的繁荣仿佛有如神助。豫园旁边的城隍庙是专属于上海特色的寺庙，供奉着3位城隍爷，其中一位叫秦玉伯，是唯一土生土长的上海人。城隍信仰在明朝达到高峰，上海因为当时已经颇具人口和经济规模，也迎来了自己的城隍爷。前殿供奉的是霍光，相传是三国无主孙皓的梦有关，而后殿就是供奉着秦玉伯，他的成仙之路可谓是个阴谋。秦公曾3句朱元璋的委任命令，让朱元璋极其不爽。秦玉伯去世后，朱元璋不禁发出感叹：生不为我臣，死当为吾土。
于是朱元璋敕封秦玉伯为上海一城隍正堂。就这样，秦宫被迫成为了守卫上海的一尊神像。康雍盛世之年，开放海禁，上海港迅速发展，设立了江海关，并设立了上海道署。小编我是一位严谨的寻证者，我亲自来到了当年的道署所在地，看上去如此破败的地方，正是当年繁华的市中心。记住这个转角的破房子哦，这是改写中国历史的地方。巡道街曾是上海的行政权力中心，陆明吉德名于曾设在这里上海道署。而转角这栋房子叫仪架堂，为清末上海船王玉松年的豪宅，与道台衙门近在咫尺。当年革命军就是从仪架堂里冲出，攻占道台，上海光复。开埠前的外滩是什么样子的呢？眼前就是了。那时外滩还仅仅是黄浦江边一片杂草、芦苇丛生的荒滩，沿江是一条由纤夫们用脚挥汗踏就的小道。这时的黄浦江岸属于黄浦江泛滥时的淤泥地带，没有如今璀璨的江岸线，只有棚户区和墓地。外商到外滩的第一件是建码头，有了码头，才能将外国人的货物起上岸，有了码头，才能将中国的货物装上船。外滩的英文名叫 Bond， 来源于英殖民地印度语中江堤。1848年，道路码头委员会沿着外滩黄浦江岸里侧修筑了一条鹅卵石煤线路，将码头和错落有致的洋行建筑隔了开来。沿着黄浦江边的滩涂上有了一条道路，江边各洋行的房屋已经建了起来，然后逐渐形成现在的外国建筑博览群。当时漂浮在黄浦江上的这种船叫做沙船。沙船并非运沙的船，而是具有防御沙、防搁浅的性能。沙船与福建福船、广东广船和浙江鸟船被誉为我国古代4大名船。前面提到的上海船王玉松年，当年拥有200艘沙船，被称为玉半城。上海的市徽上印有的就是棉花和沙船，是上海致富的密码。随着海禁的开放和频繁的国际间商贸往来，现代上海的面貌逐渐浮现，并带动起日益增长的内需。华灯初上，在19世纪末，外商在上海开设了许多贸易公司，从事丝绸、茶叶、烟草等商品的出口。上海的外商贸易带来了大量的工业和商业活动，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。这一时期是上海商业发展的开端，对上海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外资的不断涌入，也带来了大批冒险家。1922年，工部局大厦落成，是上海当时最高行政中心。晚清在各国的强压下，上海于1843年终于开放。而今年2023年，恰恰是上海开埠180周年。回望上海开埠，实则也在前瞻中国的前路。开埠后，上海曾有过影响深远的4次大辩论：华夷隔离之争、华洋杂居之争、上海城墙之争、租界地位之争。所有这些争辩讨论在当时的出发点是市政，核心是变革，结果是促成了城市的进一步开放及发展。上海开埠后，并不是依靠军事胜利或者获得资源而发展起来的。客观上说，上海开埠后的发展靠的是开放，这种开放也是对穷人包容的一种开放。有人说上海历史6000年，无论是上海之源、上海之根还是上海之本，都只是孕育了这块土地的基理。而上海之所以成为今日之上海，和开埠有莫大的关系。如果没有开埠，上海至今可能只不过是一座海边小县城，不会有魔都，更不会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。